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8月6号，航空工业成飞发布了2020年社会责任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呢，提到2020年枭龙战斗机配备某型发动机完成试飞，增强了枭龙战斗机市场的竞争能力，为打开市场新局面创造了条件。那么从这个描述来看呢，应该是枭龙战斗机配装了国产的涡扇13，或者呢是涡扇13E增推型发动机完成了试飞，那么标志着枭龙战斗机用上了自主的动力装置。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呢？我想，一个，我们今后枭龙的外销自主可控，避免受制于人。我们知道枭龙战机呢一直使用的是俄罗斯生产的R-33系列的涡扇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的最大加力推力大概在8300公斤左右。那么国产的涡扇13，它的最大推力呢要比它稍微高一点，能达到8500公斤左右。那么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现在呢都在进一步的改进该系列的涡扇发动机。那么这次成飞公司发布的报告虽然说的比较笼统，它换装的是什么样的动力系统没有透露，但我想可能有这么两个可能。一个呢是有可能把我们国产的涡扇13发动机这种比较成熟的动力系统装在了第3版的枭龙战斗机上，这样的话为外销打下一个基础。因为随着枭龙战机有更多的国家购买或者是计划购买，它的出口量会逐渐增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势必要向俄罗斯订购更多的R-33系列的动力系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如果不能够及时订货，或者是由于枭龙和米格29系列战斗机呢形成竞争关系，俄罗斯在这方面可能会减小或者是推迟供货。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外销会产生一定影响。那么如果现在装上了国产发动机，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了。枭龙战斗机无论是动力系统、机体还是航电设备、雷达系统、武器系统，都可以立足于国内生产。那么如果这最新版的枭龙战斗机换装的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增推型的涡扇13E，那么这个意义呢就更大一点，因为它的推力上去了，油耗下来了，可以大幅度的改善枭龙战斗机的综合作战性能。我们知道第3版的枭龙换装了很多先进的设备，比如说雷达变成了有源相对雷达，机载航电系统呢也做了升级，武器系统特别是挂载能力有所提升，它的空对地导弹种类更多了，它甚至还能挂载呢反舰的导弹，包括空空导弹在内的其他弹种呢也做了较大的升级提升。那么总体这么一改，全机的重量就上去了，推力呢就显得不足。如果能够换装增推型的涡扇13E，那么就有可能大幅度的改善它的飞行性能。那么最终成飞公司所报道的这个消息装的是哪款发动机？我个人看法，最大的可能是装国产的涡扇13系列发动机。而且一旦这种发动机装在了枭龙战斗机上呢，它还为我们另外一款隐身战斗机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我们国家的 FZ31这款隐身战斗机呢，过去采用的动力装置就是 R-33。那么从推力这个角度讲呢，它相对来讲比较弱，推动比呢也差一点。而改进型的涡扇13E，它的推动比和最大推力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这就为 FZ31提供了另外一种动力装置的选择，它有可能作为
FD-31过渡型的动力装置来使用。无论是涡扇13E配装枭龙，还是配装在 FD-31上，都可以大大的提升它们的飞行和作战能力。这个呢，我想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开发更先进的、推动比更高、推力更大的中型推力的涡扇发动机。一旦最终的这个型号能够到位，那么无论是用于改装枭龙，还是改装 FD-31，应该说都是前景看好。那么随着我们国产新型航空动力系统的研发试飞列装，中国研发的战机，无论是轻型的还是中型的还是重型的，综合作战能力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提升。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